主任，别叫他。秦老师，现在怎么办？国内最权威的心脏外科手术创始人之一，死在咱们台子上。唐家瑜呢？你以为就你来我不发飙？薛老那边怎么样？为什么不说话？手术主体部分很顺利，关闭体外循环机后，心脏成功复调，随后出现血压骤减、心跳减慢、心脏骤停，推测是鱼精蛋白过敏导致的。我们都在积极抢救，能做的我们都做了，最后抢救无效，死亡。那么大手术都熬下来了，没想到是这么个结局。谁说不是呢？啊，一代名医不也就这么？我到现在脑子都是懵的。薛老他行了行了，别说这没用的了，有时间干点正事儿啊。周达，去看看昨天几个术后病人，有需要调整医嘱的调整一下医嘱。啊，小百列，哦，去换药。好。小龙，咱俩准备一下死亡五人单和死亡报告。哟，刘副院长。副院长，唐家瑜呢？他现在没在。知道他在哪儿吗？副院长，有些话我必须要说。小龙，坐下。我坐下。薛老是鱼精蛋白过敏，这个尸检可以查出来。刘副院长，心脏直视手术，为了用到体外循环机，不让血液凝固，所以必须要注射肝素。手术之后停机了，要用鱼精蛋白中和肝素，这个可以恢复凝血的功能，这是每一个医生都懂的基本道理。至于过敏，是自身免疫缺陷导致，谁都无法预知，所以薛老的死是个意外。就算是这样，薛正伦也是死在安和医院的手术室里的，就凭这一点，我们谁也脱不了干系。我现在就通知仁外医院的人，你们准备好吧。你确定？手术室的人都传开了，说人已经送到太平间了。这么多年，想的最多的，却是那些在我手里失去的生命。我就从来不会想这些。每次在我手中逝去的病人，我会强迫自己把他们忘记，把自己的大脑格式化。作为心外科医生，不做到铁石心肠，会被内疚感生吞活剥的。今后还怎么拿手术刀呢？每个医生心里都有一块墓地，迟早你要面对它。但是一定要注意啊，千万不要浪费时间，不要过早的打开心里那块墓地。等到像我这个岁数，拿不动手术刀了，退了休了，再慢慢的把它打开。
唐主任，你还好吗？不太好。你怎么不吃啊？吃。我都饿死了。您的菜，谢谢。谢谢。慢用。你别担心，手术的事儿我已经跟刘峰说过了，他会跟人脉那边解释。万一……徐正伦死在我的手术台上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件事儿都会一直跟着我。反正他也不是我失去的第一个病人了，我知道该怎么处理。从现在开始，不要再提手术这2个字，我有一整套的处理流程。明天开始，一切都恢复正常。什么流程？第一步，把这件事儿在脑子里格式化；第2步，要吃饱，这样血会流进胃里，忙着消化，大脑就不会胡思乱想。毕竟第3步不适合空腹做。进。刘副院长，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，把薛老的病历和检查结果封存，遗体放在太平间。如果家属需要，随时可以请第3方来做尸检，确定死亡原因。薛老在外地有个侄女，他已经委托人外全权处理薛老的后事。我也联系人外了，朱伟宁院长在国外开会，顾主任已带着人赶过来了，马上就到。唐佳瑜电话关机，联系不上，不知道跑哪去了。不会有事吧？不知道，以顾主任的脾气，我说的是唐佳瑜。平时嚣张，闯了祸就溜了，八成不知道躲在哪个旮旯瑟瑟发抖呢。喝高和正在喝高路上的朋友们，现在是我们赛因斯啤酒屋每晚的高光时刻。在座的每一位好友都可以到台上来唱首歌。当然，如果你唱得太难听，下去以后要给每一位买1杯酒押金。现在有谁愿意上来的？有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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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哇！这边有一位大美人，欢迎欢迎，请到台上来。我唱歌的文字全我能打过鼓吗？大美人说了，她五音不全，不唱歌，要给大家带来一段架子鼓表演。没事吧？没事。你是什么时候学的打鼓？跟我爸学的。哎，行，你爸爸是鼓手吗？我当然不是，我爸是中学老师。啊。我爸以前喜欢过 Beyond，然后就喜欢打鼓，他没事就教我，我打得还行吧？行。那你爸现在在哪儿？死了。啊？真死！哎！啊！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怎么没事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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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没事
时间不早了，谢谢你送我回来，你也该回去了。喂，刘芳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过去。在这世界上，请知道你的为难，直到记住。刘峰，啊，刘副院长在里边等你一会儿呢。你当心点儿。你够潇洒的呀！昨天到今天这么大的事，你电话不接，微信不回，你再不出现，我就要打电话报警了。我看到你的信息了。不就是仁外医院的顾英雄要见我吗？对手术有疑问，让他等第三方的验尸结果吧。我今天没有时间见他，我约了王海明签合约。我已经委托欧阳全权代表安和医院去和王海明签约了。我今天还有手术，都排好了。我已经分配给你们组的人了，廖晓波主刀。找不到借口了吧？找不到借口就跟我走，顾主任等着你呢。组里的事儿，今天秦大忠负责一下，我有点事儿。啊，主任，我跟你一块儿去。听说那个姓顾的脾气不太好。龙向东，又想去打架？不是我，你给我坐下。坐下吧。我去就回。主任再见，刘副院长再见。大钟叔，你说主任不会有事吧？我觉得凶多吉少。你不跟我一起进去？我昨晚已经替你受过一波打击了。让我缓缓，你自己去吧。怎么，知道害怕了？我是唐佳宇，薛正龙的主刀医生。坐。你知道我是谁？知道。那你应该知道我想问什么。
我给薛老做的手术没有问题。薛老是因为鱼腥蛋白过敏。我不要听这些。老师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，我有权利知道他的人生最后几个小时都发生了什么。把你手术的经过，一个动作不落的，给我讲一遍。昨天上午10点05分，手术正式开始。选择正中开胸，切皮后分离脂肪组织，锯开胸骨，用电刀切开心包，包了心脏，注射肝素，阻断主动脉，上体外循环机进行插管。手术过程中，薛老并没有什么不良的反应，因为肿瘤的面积很大。当时不能确定是否是良性还是恶性，所以格外小心。当时因为位置在整个身体的背部，所以下刀起来手术视野不好。给鱼腥蛋白中和肝素后，病人血压下降，全身出现荨麻疹样的改变，双肺出现水肿，心跳减慢，心脏骤停，马上行心脏按压。启动一下机器不可以吗？转不起来。转不起来？嗯。药已经都给了是吗？能给的都给了，血压还不足40。基于地塞米松、氯化钙、多巴胺、多巴酚丁胺、肾上腺素等抗过敏、抗休克治疗。但是病人对药物的反应不佳，重新给肝素，重新上体外循环机辅助，降温保护脑以及重要脏器。在抢救过程中，病人的过敏情况仍然很严重，依然低血压，血管张力丧失，对升压药毫无反应，气道阻力高，改用埃克莫辅助，继续心脏按压，继续给药。但是病人的血压只能勉强维持在40毫米汞柱。主任，埃克莫，上埃克莫吧。上埃克莫。再给一针。埃克莫准备启动。血压40。启动机器。启动了吗？主任，血压太低，埃克莫转不动。埃克莫转不动。唐主任，薛老总共已经变大了。薛老已经走了。死亡时间下午5点15分。这就是薛老整个抢救过程，请节哀。再重复一遍。为什么？我哪里说的不够清楚吗？请你再重复一遍。昨天上午10点05分，手术正式开始。选择正中开胸，切皮后分离脂肪组织，锯开胸骨，用电刀切开心包，包了心脏，注射肝素，上体外循环机进行插管。
进来。请问，你先别说话。唐主任呢？啊，唐主任临时有事，我来代替他签协议。我叫欧阳真宇，安和医院医务处处长。你好。医务处是干什么的？医务处处长是医生吗？医务处是对整个医院的医疗业务、医疗质量、医疗技术实施科学的管理、检查、监督的部门。医务处处长也是医生，但不从事临床工作。请问你是王？那你就不是医生。总之，我可以代表安和来签协议，你知道这个就够了。我听刘副院长说您现在正在研发缩小人工心脏的尺寸，进展怎么样？喂，王海明已经把协议留下了，说要等律师看过之后再去签字。我觉得王海明这个人非常的傲慢，而且好像还有强迫症。我们确定要跟他合作吗？唐家玉也说他不近人情，但王海明手里有样机，资历也够。你就先放下偏见，就尝试着促成这次合作啊。好。唐主任怎么样？哎呀，他进去2小时了，还接受顾主任的盘问呢。我不跟你说了啊。怎么了？急诊那边来了一个外伤病人，很严重，说想请唐主任过去。你得谢谢我啊，我让小百烈去解救你。很及时。什么病人？你看看吧，我都吓一跳。曹主任来了。哎。刺穿的是右边，是肺吗？是心脏。啊？还有大血管。心脏、肝胆、脾、胰、胃，所有内脏长得跟正常人都是相反的，是个镜面人啊。患者叫李家福，在工地不慎从高处摔下，落在了这个围栏上，这一根刺刚好刺穿了他的右心房。同时摔伤导致他的降主动脉撕裂，形成了动脉瘤。心脏、主动脉都要进行手术，而且是梯形大切口，是个非常大的手术。而且必须等我们心外做完手术之后，国外才敢进手，否则的话，怕出血太多，血止不住。而且患者是个镜面人，他所有的手术都要用左手完成右手的工作。这个主任也可以，因为你左右手不分。当然我这个也可以，但是我的速度可能会稍微比你慢一点。可是我还知道一个人，他同时可以左右手开弓。谁？是顾英雄。顾主任，继续讲吧。我们急诊来了一个外伤病人。右心房、降主动脉都需要手术，他是个镜面人，现在情况很危险，需要左右手都可以手术的医生给他手术，所以我想，能不能请你跟我一起完成这台手术？
唐主任，我在安和的临时行医资格。刘副院长在办。啊，唐主任、顾主任，你们这是？顾主任，你先去手术间吧，6号间，他们在消毒铺单，我马上过来。好。你怎么会和顾主任出现在同一个手术室？薛老的事解决了？薛老的事情我会想办法解决。我先去手术了。右心房，降主动脉，你选一个。客人有限。相比主动脉，我更喜欢心脏。你们2个扶好，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移动。开始吧。手术刀。镊子。不行，血压现在开始很低。把电刀给我，侧面开胸，摇床，可以了。找到了，这是钱。一鸣哥，你来了，什么事儿？我是来道歉的。什么事儿？就是我今天拿这个饭盒去你家找你来着，结果遇到唐主任了。我一看他住在你隔壁，然后又听说他的房子是你给他找的，我就有点那啥。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是。说什么了？说我是你的女朋友。啊？顾主任，情况怎么样了？普外来接台了，如果能够及时修复腹腔脏器，愈后应该不错。顾主任，薛老的手术，我知道，那个不是你的错。昨天晚上，我已经开胸查验过老师的遗体了。你手术的每一个针脚，我都仔细的检查过了，发现了皮肤和多个脏器确实有过敏后才有的组织水肿征象，所以支持鱼精蛋白过敏的诊断。用来中和肝素的鱼精蛋白是每台心脏手术必不可少的程序，是最微不足道的，我自己都不知道用过了多少回。没想到，他就要了我老师的命。从他上手术台那一刻起，就已经注定了有去无回。这些，我昨天晚上就知道了。那为什么您还反复让我叙述手术的过程？我不甘心，我需要你一遍一遍地告诉我，
我才能强迫自己相信这个事实。他提过我，对吗？提过。他说我这辈子没结过婚，没妻子，没儿没女，但是他有2个情如骨肉的弟子。他还说，我到你们安和来最大的私心，就是为了避免他们2个其中的一个被迫站在手术台前为我做手术。我不想给他们出这个难题。姐，对不起。谢谢你给我讲了这些。我该带我的老师回仁外医院了。顾主任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薛老的葬礼，我想参加，可以吗？不会有什么葬礼，老师早就决定把自己的遗体捐给医学院做研究了。顾主任。哦，对了，我听说你们医院准备研发国产的人工心脏。你要知道，仁外现在也在做这方面的研究。未来，我们就是竞争对手，谁先研发成功，谁就掌握了心脏外科未来10年的资源，对吗？你恐怕不是仁外的对手。哎，向东，师兄，唐主任呢？已经回去了，手术早就做完了。行，那我过去找他。好。唐主任在吗？哟，他就没回科室来。他到底去哪儿了？不知道，你找他有事儿？有点事儿。给他打电话呀。叶主任再见。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. 《
杨珊珊为什么住院？她的主刀医生是谁？病人因为二尖瓣狭窄，需要住院做换瓣手术。我是他的主刀医生。那手术是否顺利？有没有并发症？手术顺利，术后恢复良好。原定28号出院。那么上个月27号晚上7点18分发生了什么？病人突发呼吸心脏骤停，抢救无效，死亡。气管插管，给肾上腺素。准备除上。充电，150焦耳，150焦耳。充电200焦耳，200焦耳。尸检结果，杨珊珊是死于脑栓塞。脑栓塞是换瓣术后的并发症之一，往往是因为抗凝不到位造成的。廖晓波医生，你有给杨珊珊展开术后合理的抗凝治疗吗？当然了，换瓣术后抗凝是心外科的基本常识。我给病人开了正常剂量的华法林抗凝，并对抗凝效果进行了监测。华法林是每天按时按量给药吗？特别是27号这天。每天都正常给药。那为什么27号的医嘱是在病人死亡后，对方律师要求封存病历之前才补上去的呢？因为27号那天，哎，廖主任，18床杨珊珊的医嘱还没开呢。哎呀，我忙忘了。再晚赶不上药房送药了，又得我们护士去拿，我们这人也不够。不是等着手术呢，催我呢都。哎，江美丽，你帮我开一下18床的医嘱。不行，廖主任，那个神外叫会诊，我得赶紧过去。不好意思啊。那个口头医嘱行不行？不行，医务处刚说了，杜绝口头医嘱。廖主任，你这是要顶风作案。谁都知道我是当真。罗老师，你帮我从那个换药室柜子里拿一片华法林。罗老师，有些病人吧，他提前出院了，来不及取消医嘱，这个药就送到科室里了。这护士们吧，就把那个药存到这换药室的柜子里，用来备用。我们有时候来不及开医嘱，就直接去柜子里找，然后找到药就直接给病人吃了。反正也不是什么值钱的药，1片2片的，也没人追究。虽然有些违规，但是为了节省时间，大家都这么干。不信你可以去问。所以你没有开医嘱，私自从柜子里拿了华法林给杨珊珊。对。后来律师说要封存病历，我才想起来我没开医嘱，所以就自下补了一份。但是让你没想到的是，对方律师会去查药房记录，因为你没有开医嘱，所以自然就没有相应的送药记录。因为没有相应的送药记录，所以杨珊珊的父母认为你伪造医嘱，认定这是一场医疗事故，才委托律师对你提起诉讼。在我看来啊，这事儿就是廖晓波搞砸了。杨珊珊脑梗加上补开医嘱，这事儿不是忘记开抗凝药市场了。其实那天廖主任让我帮他开医嘱来着，我就是赶着去会诊。你说当时要是我帮他开了医嘱，杨珊珊可能就……别！我跟你说，这种事儿不能往自己身上揽，人命关天的事儿。舒儿，你怎么看？我就问你们一个事儿啊，你们谁没干过还没开医嘱呢，就从医药柜拿医药给患者服用这样的事儿？都干过是吧？除了图方便，很可能是患者情况太紧急，我们根本没工夫在那儿先慢条斯理的把医嘱开出来。
所以说呀，乌鸦不要嫌猪黑，这事有可能发生在我们任何一个人身上。不过现在廖小波倒霉，让他赶上了。你们看主任干嘛呢？是在为廖主任担心。我真觉得咱们主任真是人美心善啊。廖小波平时那么招人讨厌，他现在还在替他着想。没想到这个女魔头，仙女，还挺有人情味儿。主任，主任，你也别太担心了。还是有点担心，不知道中午食堂吃什么呀？你们都要吃什么？叶主任啊，青外唐主任那一组有台不停跳搭桥接台，本来是张主任去做麻醉的，可是他家里有事儿，问你能不能去顶一下。哎，我跟他已经说过了，你这刚下夜班啊，没事没事，那我顶他吧，我去看看病人。那个主任，你还是睡一会儿吧，我去。没事没事，我自己亲自去。嘿，主任啊，你这还在自己桌子上写自己的姓啊？啊，我是想看看这叶字倒着写的是个什么字儿。我看病人去了啊。说说吧，哥，你是没看见重兵组那帮人的嘴脸？之前薛老生病了，他们个个都很紧张。现在我出事了，他们个个幸灾乐祸。哎呀，这个小波啊，咱们现在得赶紧想办法把你这事给解决了。我可见过不少同行被医疗纠纷爆发，这件事可不能发生在你身上。哥，现在只有你关心我的死活了。咱俩人合作这么多年，好哥们什么时候用？就现在这时候用。你把心搁在肚子里，我一定会管到底的。你说这事怎么办？哎呀，脑梗是换班术后的并发症之一。如果没有发法令事后补遗嘱，那家属都没有理由起诉。我会去找刘峰交涉，让医院赔偿，花钱私了。这一旦家属撤了诉，一个月之后谁还记得这件事？哎，不过你自己得承担一小部分赔偿金。不是哥，这不是钱的事儿啊，这我不甘心啊！我明明给了药，如果赔偿了，不就等于认罪了吗？不知道的还以为我真的忘了开抗凝药了呢。哎，我知道你现在很难咽下这口气，不过呢，关键时刻该舍的还得舍，先保住自己再说，明白吗？花钱私了总比闹上法庭强。不过这件事情要是闹大了，跟你一辈子了。你说的也有道理，我现在就去找刘峰，回你就等于回医院嘛，你们是一体的嘛。行，哥，我相信你，我都听你的。我去护士站调一下5床的病历，你们俩继续啊。好。哎，宇明，哎，师兄，来术前访视啊？对，就是你们组接台那个不停跳搭桥。好。哎，对了，晚上有个职业拳手来前晚打比赛，到时候一定过来看。我没时间，你注意点啊，别伤着手。我肯定注意。你都说了没时间嘛？那个不停跳搭桥那个事儿，你跟我们主任直接说吧。啊，主任，我们去8床看看啊。这都说了不去，碍眼干嘛？一定要来啊！叶主任，唐主任，怎么样？术前访视做过了？
啊，做过了，病人情况挺好的。嗯，我有事儿要跟你说。哦。其实我早就想告诉你了，但是那天你电话打不通，最近咱们又总碰不上。世界医疗周刊的记者黎英，她不是我女朋友。我们两家是世交，从小就认识。她也考了医学院，只是在大一的时候她就换了专业，换到新闻传播去了。后来我们俩就没什么联系了，直到去年在我们家又碰上了，这才有了交集。所以她真不是我女朋友。你找我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件事儿？我怕你误会。叶主任，这是你的私事，没有必要跟我解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别说看到我了。大夫，唐医生，张医生在没？啊，他不在。你是他的病人吗？啊，我是他的熟人，没关系，我去办公室看看。你躲着人谁啊？我还有手续，我先走了。不行，万一他真的忘开药，就这么让他过了，岂不是便宜他？我们得对患者负责。我敢向你保证，小波只是没开医嘱，奥法林肯定给到患者了。你就这么肯定？他什么人我最清楚，他不会跟我说谎的。刘峰，其实现在问题很简单，就是医院要不要保小波。廖小波手术是做得不错，而且在安和工作了10几年。可是，哎呀，别可是了。如果医院同意赔偿，我负责找人去跟患者家属沟通。这就是个手术并发症，正好小波图方便，没开医嘱，撞枪口上了。官司打到最后，肯定是两败俱伤。其实这笔钱，就是给家属的一笔抚恤金，毕竟人家失去了孩子，值得同情，咱们也能保住小波。就这么定了。你说定就定啊？就这么定了。做事啊，要稳妥一点，把家属安抚好。放心吧。哎哥，哎，刘峰怎么说？我正要给你发信息呢。啊，基本上跟我想的一样。刘峰不是个薄情寡义的人。哎，把我这个代理主任撸下去这件事除外啊。啊，其他的事情还是蛮讲义气的。哎，你想啊，要不他当初升副院长的时候，能有那么多人支持他，对吧？啊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
哎，看着馊了吗？看着呢，没想到事情闹这么大。哎，你们看这条微博说的啊，环济医疗器械的多款产品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，其中包括几款人工瓣膜。质检部门已经介入调查，他们的销售经理朱大同或存在问题。就是那个之前老来医院转悠，然后见谁都加微信的朱大同。还能是哪个朱大同？哎呀，他跟孙宝德那个组挺熟的，而且我很多次见他跟廖晓波在一块聊天。廖主任还确实用过他的人工瓣膜。哎，你们看这个啊，杨珊珊父母的律师放了一段视频，是廖主任和朱大同在一起吃饭的监控，这上面写着：安和医院廖姓男医生被曝收取贿赂，使用环济不合格瓣膜，致女大学生死亡。这视频的意思是实锤吗？今天2台手术排的谁啊？主任，主任，看新闻了吗？安和医院上热搜了，说廖晓波收了黑钱，还点了安和和廖主任的名。你们看今天热搜了吗？哎呦，廖晓波这回麻烦真是大了。哥，你咋才来呢？哎呀，我得处理科室的事儿，再加上路上还堵车。哥，快走吧，他们一会儿马上跟上来了。家属同意了吗？同意什么呀？见面就发脾气，还骂了我一通。走不走？走，赶紧。网上那些要联合起来投诉环济医疗的家属，他们用的律师和杨珊珊父母请的律师是同一家律所的。啊？人家一直在暗中搜集证据，要不怎么才过了1个晚上，你和朱大同吃饭的照片就给爆出来了？而且一连上那么多热搜，这背后也是这家律所在做推手，炒热度，为的是就是一举把环济医疗搞倒。是咱们想简单了。怪不得有那么多人堵我，有记者，有网民，甚至还有拿着花圈喊杀人偿命的。我干什么了？我就杀人偿命啊！我现在有嘴都说不清楚了。我跟那个朱大同也是因为喜欢打网球才认识的。哥，你可一定得相信我，我可真的没受贿啊！你先别急，等下我送你去医院，你一会儿不是还有台手术吗？是。我去找朱大同。朱大同，吓我一跳，宋主任，你怎么找着我的？我怎么找着你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不是找着你了？小波的事儿都知道了吧？啊，就是那个手术没做好，那个失手害死人那事儿。什么手术没做好？那是术后并发症。我跟你说啊，小波跟你上次吃饭，那是和你打完网球，小波不好意思让你出场地费，所以才请你吃饭。那饭钱比场地费也贵呢。我告诉你啊，他清清白白的，你得替他澄清。是吗？我怎么听说他没那么清白呢？那视频不会是你给泄露出去的吧？哎呀，宋主任，我跟您实话实说吧，本来啊，这网上所有的炮火都是冲着环济和我来的。哎，我们正愁没辙呢。嘿，这个时候廖晓波手里死了个病人，我们不拿他挡枪，拿谁挡枪呢？是视频是我放到网上去的，我的目的啊，就是为了转移网友们的视线。真相是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现在网友们急需一个恶人用来发泄呀、出气。你想，一个杀死女大学生的医生啊，跟我这个默默无闻的销售经理，哪个适合做这个恶人呢？肯定是他呀。所以廖晓波自认倒霉吧。啊，无耻！你知不知道，这关乎廖晓波未来还能不能上手术台？一句自认倒霉就带过去了。宋主任，我觉得你现在有功夫担心廖晓波，不如担心您自个儿吧。我跟人是有什么关系啊？整个医疗圈的人都知道，廖晓波可是您的左膀右臂呀。现在人家出事儿了，
你能脱得了干系？啊，到时候您说，哎呀，我跟这事儿没有关系，谁信呢？我的宋主任，现在这个恶人就是廖小波，你现在应该先考虑的，你愿不愿意被他拖下水呀？敏敏啊，主任，我上手术了，12床帮我盯紧一点，血压忽上忽下不稳定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手术顺利啊。医生说现在还看不太出来，有几个？5个。好的，好的。唐主任，刘副院长让你下手术去他办公室开会。知道了。刚下手术，找我什么事儿？就等你了。廖晓波的事，我想找你们聊聊。你们2位，一个是他前任组长，一个是现任组长。唐主任还管着整个心脏中心。廖晓波的事在网上传得非常恶劣，而且有越传越离谱的迹象，这对医院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。院里已经开会讨论，有人提议开除廖晓波。这么做的好处，一是妥善处理这件事，不然以后所有的负面新闻前面都要加上安和计生几个字。2是向外界表明，医院处理腐败的铁腕和决心，平息网上的怒火。你们觉得呢？我先表个态，作为廖晓波主任前任的组长，对医院即将做出的决定，我没意见。医德，医风，医纪，是我们安和的立足之本，也是我毕生追求。为了图省事不开医嘱，导致患者出现手术并发症直至死亡，作为医生，这是失职，既不专业也不道德。我跟廖主任合作多年，对于廖主任的这次的表现，我非常的失望。所以，如果医院将要做出这个决定，我赞成。唐主任，你也这么觉得吗？我不这么认为。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，为了平息舆论就开除自己医院的医生，我觉得这挺可笑的。今天早上知道这个消息之后，我上网查了廖晓波这1年做过的所有人工瓣膜手术的记录，我没有发现他偏向哪个品牌，都是根据病人的需求而做的决定。而且这一次环境医疗发生事故的这些型号的产品，并不包含廖晓波给杨珊珊做的这个型号。所以我认为归根结底，杨珊珊的死跟环境医疗这次暴雷没有任何关系。所以你觉得他是清白的？这我不好说。说半天你也没说出个解决的办法来。但是这件事情不能再发酵下去了。让我跟廖晓波单独谈谈，我再告诉你。氛围不对。哎，坐吧。把别人的前途攥在自己手里，很有成就感，是吗？廖晓波，我对你的前途1毛钱兴趣都没有。你从前那副嘴脸，我是懒得跟你计较。但是如果你今天再跟我废话，你就自生自灭。
如果想保住你的工作，认真回答我的问题，听到没有？27号那天，你是不是真的给杨珊珊用了抗凝药？我给了。那你跟那个销售经理有没有财务上的往来？没有。确定？我确定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出去吧。不是这官司的事儿，还有那些网上那些舆论，交给我了，我来处理。你该干嘛干嘛，等我结果。主任都跟你说什么了？我们什么都没听见。主任说要帮我处理官司的事儿。帮你？要不你那么招人讨厌，主任凭什么帮你？我也不知道。刘峰，廖晓波这个事情，我觉得先不能给他开除，还需要进一步的了解一下。那你来查。我想跟你借一个人，这件事儿必须他出面才能帮我。不过一想到我要跟他合作，我头就有点大。谁啊？我呢，查了很多关于27号廖晓波的资料，但是我发现除了廖晓波忘了开医嘱之外，其他都非常的正常。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了。刚才呢，我去见了杨珊珊的男朋友，我得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。杨珊珊在入院之前做过一次人工流产，人工流产之后，她要服用1个月的避孕药，但是只用那几天她停药了。可是她男朋友后来给她送来的药。现在分析一下，27号，也就是说廖晓波确实给她用了华法林。那在抗凝药用量正常的情况下，手术也非常的顺利。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大量的服用了避孕药。喂，小李，你赶快去检验科查一下杨珊珊体内雌激素的含量，外源性雌激素，还有外源性雌激素，还有置换人工瓣有没有问题？还有在手术的时候置换人工瓣有没有问题？快去查。好。你觉得真的是跟避孕药有关吗？这是我目前能找到最有力的证据。这声音挺熟的，我们科室很多小护士都在用，他们还推给江百列了。我没有用交友软件。你喜欢上了一个人？我挺好奇的，你喜欢一个什么样的人？很帅，身材也很好。真没想到，欧阳处长，你原来是个徒有其表的女人。关键是他是咱们医院的检验科的小王大夫。检验科的？你怎么确定的？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啊？你看，这是他前2天发的。你看这个角，这个屋檐啊，就是咱们外科大楼。我真的花了好长时间，我才套出他的话。
他不是来看病的病人，而是咱们医院的医生。这是验证了那句话：恋爱中的女人都是福尔摩斯。不过你下次见了他，提醒他一下，头上抹了那么多油，让他远离明火。我不打算见他。你不见他？那他知道你是谁吗？我的资料里也没有照片。那你们这种谈恋爱的模式是什么模式啊？很理想的恋爱模式啊，你知道吗？有了喜欢的人，你就感觉每天起床，空气都变得新鲜了，然后医院门口那包子变得更好吃了，哈哈，不好吗？我收回刚才夸你是福尔摩斯那句话，恋爱中的女人智商都是0。小龙啊，8号床的引流管我让小百列给拔了啊，他今天状态不错，回头给他调调药吧。行，一会儿我给他开个医嘱。哎，廖小波，怎么还不吃饭去？我没胃口。没胃口哪行啊？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。要不然，食堂也下班了，要不我请你一顿吧？啊？你瞧他还无动于衷的。老秦请客，千载难逢，错过就再也遇不到了。就是，给你一个薅我羊毛的机会，珍惜啊，珍惜啊！再加个1品豆腐煲吧。廖小波，你还想吃什么？点。别点太多了，吃不完。跟我出来吃饭，你还客气什么呀？就宰这一顿啊，不宰白不宰。就这样吧。够了啊？行，那先这样，上菜吧。哎，我说你跟我出来，别这么愁眉苦脸的，行不行？世界末日了啊，至于吗？不就是官司缠身，前途不保，背后又有人捅一刀，这事儿是挺至于的。哎呀，是，要是他怕打官司，担心前途，这我都能理解。但是他之前跟我说的好好的，我是一步一步按照他说的做的，他怎么说变卦就变卦了吗？他就是个利己主义者，这你还不明白吗？哎，他要是拼了命的保你，那就不是他宋宝德了。是，认识他这么多年了，你还这么不了解他呀？我知道，但老宋这个人本事不坏，他之前还一直帮我。可能是我太过于相信他了吧。我这人你也知道，这岁数了也没结婚没孩子，一直一个人过，也没啥朋友，所以就一直把他当亲哥一样。你呀，就是因为一根筋，就越走越孤僻了。结婚多烦啊！我怕麻烦，我一个人不挺好的吗？我生活的很简单，只要让我做手术，什么我都无所谓。我原来在老宋那组，什么脏活苦活累活都是我干，最难的手术都是我做的。到头来落这么一下场，如果最后手术都没得做了，我真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。行了，你也别太担心了。起码唐主任那儿不是也帮你查着呢吗？你说唐家瑜为什么要帮我呀？唐家瑜这人也挺奇怪的，该聪明的时候吧，他挺傻；该傻的时候，他又挺聪明。但起码有一点啊，他比这宋宝德可是有担当，跟着这样的头儿安心。人流手术后，医生会给病人开1到3个月的避孕药，让病人每天服用，为的是修复子宫内膜。杨珊珊刚做完人流不久，入院之前一直在吃避孕药，可是手术那几天停药了。前2天的男朋友来，给她带了药。杨珊珊医学知识匮乏，一次性补充了漏掉的那些药，所以她服用了大量的避孕药。你的意思是说他？血栓
是避孕药的副作用之一。但是平时正常吃呢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手术后是血液形成血栓的高风险期，这个时候如果你大量的服用避孕药，脑梗的高风险就会增加了。喂，你好。好的，知道了，谢谢。法医的结果出来了，在杨珊珊体内发现高于正常剂量的雌激素，而且法医检查了她的人工瓣，人工瓣没有问题。唐主任，谢谢你。我马上对杨珊珊的父母打电话，由你跟他们把一切说清楚。廖晓波，你不用内疚了。唐主任，你为什么会相信我？我相信事实，事实证明，你是一个称职的好医生。你今天顺便来。阿姨，你今天顺便来。那天晚上，进来说吧。谢谢。我想说，其实不是你想多了，是我的问题，问题出在我身上。可是我有不想说的理由。我能理解，可是不管是什么原因，我都不介意。可是我介意，我不能。那天在医院看到那个女人，她叫尤海丽，是我妈。她在妇科陪那个女孩看病，那个女孩叫徐江月，是跟我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。我记得你之前不是问过我，为什么8岁的时候就想做心脏外科医生吗？因为8岁那年，我爸因为心脏病死在我面前。我妈是个警察，当时不知道那出了事故，她要去现场勘察情况，所以当时只有我跟我爸2个人在家。那时候我真的是太小了，什么都不懂，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，我就一直守着他，守了一宿，直到第2天早上我妈才回来。可是我妈回来的时候，我
爸已经……那年你才8岁，一定很害怕。对，所以不管遇到任何事情，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能做一个心脏外科医生。后来没过多久，我妈就改嫁了。我妈嫁的那个男人叫徐国强，他太太因为一场车祸去世了。徐江月就是那个时候他带过来的女儿。喂。喂。好，杨组长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么晚了打扰你。我要匿名举报，有人罔顾检查结果写虚假病历。啊，对，我知道这属于违规。那你想举报的人是？常佳瑜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前天晚上，是匿名举报。举报唐主任写虚假病历，隐瞒病人病情。核实了吗？属实。薛正伦。而且举报人不仅联系了医务处，还给院长写了举报信。现在院长要医务处查这件事情。真是没有一天太平的日子呀。刘副院长，还有更糟的。那还是请血液科的来会诊一下。好。好。主任。查完了吗，北丽？科里都查完了，昨天有几个出院的，还有几个术后病人在 ICU，早上我跟周老师去看看。情况怎么样？病人情况都比较稳定，有2个下午没转科。啊，那很好啊。哎，都上手术了吧？早上排了哪一台？主任今天没手术。今天没手术啊？老的病人都做完了，新的都是择期，还在完成术前检查。那今天我们没事干。哎，主任可不能这么说，一会儿肯定冒出一大堆事儿来，咱们闲不了。你瞎说。要是都没什么事儿的话，要不咱们商量个事儿啊？什么事儿啊？这个廖晓波呢，现在就算正式的进入了咱们重病组了。咱们重病组呢，现在就是有了2位副主任医师了啊。现在要确定一下，如果主任不在的时候，那谁是2把手呢？主任，老秦虽然年纪比我大，但是我们年资差不多。我又比他年富力强，又比他认真负责。行了，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。我是实事求是。主任，你说。主任，要不这样，反正现在我们也没事儿，不如一会儿来一个科内比武，比个人出来。好办法。是个好办法。加油！你我都知道，这些举报内容啊，都有内情可原。但是院长非常重视这件事情，还有写虚假病历的事。那我们预估一下最坏的结果，处罚是什么？免中心主任一职，停手术6个月。不能硬来，以免两败俱伤。我先去调停一下，兴许有转机，但是一定得瞒着唐佳瑜。但是院长只是在调查结束前，让医务处来监管唐主任所有病案，禁止高风险的手术。如果我们要监管的话，唐主任不可能不知道。那你就秘密监管嘛，你常年在医院里管东管西的，大家都习惯了。那要是他起疑呢？那也得瞒着他。你想，以他的性格，万一知道了，说不定要惹出更麻烦的事，那时候更难解决了。好吧，那我找个理由，不让他知道。手术是外科的看家本领，缝合是手术的重头好戏。今天我们组内比武就比缝合。冯向东。啊，那个比赛的内容是谁在猪心上首先完成奔透手术的主要缝合，谁就是我们重病组的2把手。平时这个工作呢，在手术台上需要医助帮着拉线才能完成。
但是今天需要你们独立完成。我觉得这事儿还是挺难的，所以二位各尽其能吧。哎，在比赛之前有什么垃圾话要对对方说吗？小菜一碟，放马过来。谁怕谁呀？有什么本事尽管使出来。行了，既然小波已经把话喷完了，那我们就3、2、1，开始。主任，你觉得谁能赢啊？这才刚开始。不过6从前可是宋妹的主要担当。要不咱赌一手？你就赌。好。哎，好了，谁能赢？抱歉，没赢。17进5进。小波，加油啊！完成了，我也完成了。你要啊？那我们要看看技术。来，哎，对，行。虽然你们的时间一样，但是手法上还是有区别的。根据这个技术上，我们分个高下。今天的获胜者是秦大中。哎，谢谢捧场，谢谢捧场，谢谢2楼的朋友们，谢谢4楼的朋友们，谢谢对面的朋友，算凉了，要尊老爱幼。怎么？是不是转账转什么账？哎，没事。不，老秦是这样，刚才比赛之前我们都下注压你赢，只有主任压了廖小波。哎，我说唐主任，怎么会这样？你对我这么没信心吗？啊？哎呀，我还有点事儿啊，我去处理一下。你还有什么事儿？你没想到啊，主任原来这么欣赏我啊！喂，刘峰，如果有人喜欢你的绯闻女友，你不会介意吧？哎呀，我介什么意呀？我跟唐佳瑜啊，可什么事都没有。哎，你说的是唐佳瑜吧？哎，我可没说是谁啊，你不介意就好。他我可了解，你可千万别玩火。喂。唐主任，叶主任。哦，你是来做书签访视的吗？不是，我是专门过来找你的。找我有事吗？下班以后，你有时间吗？应该有。我有话想跟你说。李一鸣，我跟你说过了，我有不可以的原因。我知道，我不在乎。那我今天也有件事情想告诉你。行，我等你下班。主任，急诊有个病人，那你现在有没有时间过去看一下？去看一下吧。哎，唐主任，我带你过去，14床。病人怎么回事？一个藏族男孩，21岁，叫扎西达瓦，花干严重，做超声怀疑他是单心房和单心室。好，我来看一下。看到了吗？这儿，还有这儿。哦。看一下。扎西达瓦，你这是一种先天性心脏病，叫单心房单心室。正常人都是有2个左右的心房心室，但你只有1个心房1个心室。给你打个比喻吧，别人都是2室2厅，但是你只有1室1厅，而且你的静脉血、动脉血混在一起，造成缺氧。你之前有确过诊吗？没有，小时候家乡卫生院的大夫说我心脏不好，我以为长大就好了。
你们要尽快通知病人家属，他这种情况要尽快手术的。手术？可我家人都在很远的地方。医生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扎西他只是脸有一点黑而已。对啊，没这么严重吧？你怎么了？哪不舒服吗？啊？室颤，马上出颤！让一下，让一下。哎，你们先出去，病人要抢救了。来，快啊！200焦耳，给电。清场。再来一次，200焦耳，给电。恢复窦性心律了，可以。吴护士长，欧阳处长，有事吗？准备一下重病组成立以来所有病案的护理记录，医务处要用。是要评经典病例了吗？啊，不是每年都评吗？今年重病组是种子选手，医务处要做筛选。好，没问题，我一会儿就去准备。唐主任呢？哦，在办公室呢。虽然除颤除回来了，但是病人的情况并不乐观，需要尽快手术。从 CT 的检查结果来看，是完全符合超声的诊断，是一个单心房单心室。可是病人21岁了，这个病从出生没多久就应该会有症状，应该很快得到确诊和手术治疗，不然的话容易夭折。能够拖到成年真的是很罕见。其实这样的情况在西藏并不罕见。什么意思啊？西藏的海拔高，加上医疗条件有限，先心病的发病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。那年我去做援藏医疗，筛选先心病患儿，很多孩子到了成年之后都不知道自己得了病，所以我想，扎西应该小的时候就有了症状，但由于当地人的肤色偏深，他和他的家人都没能重视，才拖到了现在。原来是这样哈。哎，欧阳，处长，有事吗？啊，医院筛选经典病例，我在各科抽查。我刚才听急诊说你又收了一个新的病人。啊，我可以旁听一下吗？不打扰你们。当然没问题了，坐吧。我自己来，谢谢。单心房单心室，除了手术，没有其他的治疗方案，所以我决定了，准备采用全腔静脉、肺动脉连接术，在体外循环、心脏不停跳的基础下进行。刘副院长，我怎么完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呀？什么举报人？我不知道啊。这里就我们俩，玩这套，有意思吗？多大点事儿，还匿名举报？全世界不用猜都知道是你，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啊？你想啊，连小学生都烦给老师打小报告的同学，在单位里谁会喜欢举报的人呢？那也不能放任个别人胡作非为，没人管吧？哎，既然是匿名举报，刘副院长凭什么认为我就是那举报人呢？我不拐弯抹角了，我直说，以后心脏中心露脸的事儿，比如上个电视节目、做个采访、专访什么的，都让这个举报者露脸。毕竟，唐家瑜一开口就会惹麻烦，倒不如让这个伶牙俐齿的举报者来代劳。你说呢？刘副院长，您这么有诚意坦白，举报者难免要动心呐。不过，如果啊，仅仅是如果我就是举报人的话，除非加上一条，我才能答应。这才是职业的态度嘛。说吧。你好，王工程师。你好，欧阳真宇。啊，你也可以叫我欧阳处长。你是来拿协议？对，你和安和医院合作研发人工心脏的协议，电话里说你已经研究过了，同意签字，现在可以给我了吗？你先别急，我跟你分享一下我的研究成果。那
我之前呢，我一直在试图改变这个线圈的绕法啊。后来我突然发现，其实去改变一下主动悬浮和被动悬浮的比例，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当我们找到一个合适的分寸的时候，有可能就可以达到唐主任所说的，把人工心脏的直径缩小到50毫米以内。这个公式看到吗？用这个公式演算就很容易得出这个办法。但是，当然这其中还需要一些别的因素的配合。你是不是听不懂？嗯。对牛弹琴，哎呦！现在可以签字了吗？你为什么老是板着一张脸啊？现在呢？可以签字了吗？啊，我已经签完了。那，王工程师，我希望你以后少关心别人爱不爱笑、笑不笑，多关心一下人工心脏的研发问题和进展问题。虽然唐主任认可你，但是我对你能否研发出这么先进的医疗器械深表怀疑。你这是偏见，而你是傲慢。我有傲慢的资本。不管你信不信，我一定能够成功。你拭目以待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唐家瑜替薛老写虚假病历的事儿，你知道了吧？知道。这事儿，本人匿名举报了。举报的人是宋主任。是个人都知道是他，他还匿名。他还把唐家瑜做的血友病人手术、全主置换手术一并告诉了院长，说这是拿患者的生命开玩笑，属于危险行医。那后果严重吗？最坏的后果，唐家瑜免职，停手术6个月。这么严重？这事儿，你先别告诉他。你也帮我想想办法，我怕这次啊，我保不住他。扎西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哦，心脏不难受了。你怎么不吸氧啊？我们在排练，明天要去草莓音乐节演出。谁告诉你们他还能参加演唱会啊？他今天发生的是室颤，心脏已经停止了，就是因为他在急诊，所以才抢救过来。如果在医院以外，人就没了。你们还当是小事吗？可我们都排练好几天了，定金都收了，要是不去的话，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，你们自己去处理。我来呢是要跟我的病人说一下关于手术的事儿。扎西，我是你的主治医生，我建议你明天就手术。你的心功能已经开始下降，越早手术你越安全。手术后，我就是2室2厅了吗？不能，你的情况只能做功能性矫正。我会在你的心脏外面连一根人造血管，让静脉血不经过心室，直接进行养合。虽然你这样做还是一室1厅，但是你的心功能跟正常人相比，差别不是很大，而且你的肤色也会慢慢恢复正常的。不行啊，医生，他是我们的主唱。跟你们说实话，他近期内都不能再唱歌了，明白吗？可是，医生，我可以自己签字吗？特殊的情况是允许的。等一下，秦医生会跟你说一下手术的注意事项。你要多休息。你们差不多也别待太久了啊，病人需要休息，知道吗？明天我不能和你们一起登台了，你们3个人先去吧。你可以唱歌，庞伟也可以。乐队的前途很重要，我们这次收了定金，如果不去演的话，以后就没有办法在圈里混了。
快回去排练一下吧。那我们先走了，走吧，扎青。明天好好唱，走吧。有事给我发微信。你们好好排练，明天唱好一点。主任，你要的东西都拷在这上面，全在里边了吗？嗯，只要是你做主麻，唐主任做主刀的手术，病人和手术资料都在里面。谢谢。主任，你先忙着啊。哎。喂，叶一鸣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晚上有点事儿，咱们改天再约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就改天再约。拜拜。主任，有时间吗？我想跟你说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？顾阳处长早上来说要评经典病例，让我准备一下。当时我一听就觉得有点奇怪，平时评经典病例都是在年底的。正好呢，住院有个同学在医务处工作，我就让他私下打听了一下，结果这一问才知道，是医务处在查你。佳宇，真是你啊！打你电话不接，信息也不回，我只有在这儿等你了。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呀？匿名举报的事儿。我查了病历资料库，发现学生轮的档案被封存了。我以为我来了安和那么久，大家也建立了该有的信任，没想到还跟刚开始一样，还是被你蒙在鼓里。我不是在瞒你，我是在想办法。如果能解决，就不用告诉你，影响你工作的积极性。作为管医疗的副院长，还有你的朋友，我是在保护你，你感觉不出来吗？但是现在我也没有办法了，除非什么？除非你当着全中心同事的面，就抢送保德病人的事儿向他道歉。还有，向大家保证，今后每一台手术都要符合规定，不再冒险。果然是宋保德。不做冒进手术，刘峰，你不觉得这很可笑吗？是，答应这个要求就是很可笑，还很丢人，但总比停职停手术要强吧？你说什么？要停我的职，停我的手术？这是最坏的结果。要真走到这一步啊，整个重病组就要移交给新上任的主任。到时候你就会变得孤立无援，所有的事情都要从头再来。你想想。让我想想吧。喂，刘峰，你安排一下吧，我可以道歉。都查完了吧？查完了。今天上午排了扎西达沃的手术。对了，有个事儿忘跟大家说了。今天手术之前呢，开个晚会。在会议中心，15分钟之后呢，你们先过去，我去准备一下。刘主任，开会在办公室就行，干嘛去会议室？不是我们重病组的，是整个心脏中心。兄弟们，通过层层关系，终于打听到了这次开会的目的是什么。我要不说，
你们想破脑袋都想不到。说呀！哎呦喂，你要噎死我呀！你赶紧的！你们好歹尊重一下发言人好不好？是有人匿名举报唐主任，说他给病人写虚假病历，还抢病人，给血友病患者做高危手术。这次开会的目的，就是为了让他给宋主任道歉。嘿，匿名举报，然后让人实名道歉，真行。哎，不对，这事儿别人怎么会知道啊？龙龙，合着假病历的事儿你早就知道了是吧？不是这样，您别误会啊。主任当时是怕牵连你们，我呢又怕他一个人承担不来，就非得跟他去。但是我说实话，这事儿除了我跟主任还有薛老知道，其他人都不知道，特别是宋宝德。是我告诉宋宝德的。哎，这事儿你这么干可不地道了啊！哎，你过分了你！廖主任，你干脆改名叫府志高算了。是我害了唐主任。我当时真心不该这么做。我错了，我郑重向大家道歉。哎，廖小波你，起来吧，椎间盘突出了，我们还得给你送骨科去。今天耽误大家一点时间，把大家约在这儿，我是要说一点事儿。我要跟宋宝德主任道歉。唐医生，大点声。我要。我刚才在休息室花了近10几分钟，写了3行字，但是这3行字都不是我想说的话，所以我打算不说了。今天把所有中心的人请过来是这样的，宋主任说，让我在这儿约上我们中心所有的同事，当着大家的面给他道歉，说我抢了他的病人。我记得上一次也是在这间会议室，会议上选择了我的手术方案。我不知道这个抢病人之说是从何而来的。宋主任还说让我当着全中心同事的面说，从今以后不可以再做冒进手术。可是心脏外科就是因为有人冒进才诞生的。外科之父比尔罗特曾经说过一句话，在心脏上做手术是对外科艺术的亵渎。任何试图在心脏上开刀的人都会身败名裂。所有人都认为没有人可以在跳动的心脏上做手术。可是布莱洛克后来才冒进的发明了 BT 分流术，他找到了解决法罗斯联症的办法。事实上，任何一次心脏外科的进步，都是因为一个不安分的外科医生突发奇想，大胆妄为。医学就是一个挑战不确定的学科。今天你让我绑住我的手脚，只做有把握的手术，对不起，宋主任，我做不到。我不但做不到，我还会鞭策我自己，千万不要往这个方向发展。今天确实应该跟宋主任道歉，要说句对不起，宋主任，我抢了你心脏中心主任的位置。还有，对不起，老天没有给你足够的胸怀让你接受这一切。
还有一个对不起，结果最终选择了我，而没有选择你。但是就这一段时间我对于你的观察，以一个外科医生的标准来衡量，我不认为在全世界任何一家医院，我的职位应该比你低。好了，该说的我都说完了，谢谢大家。唐主任，今天的事情你要有心理准备，没那么容易收场。既然你知道实情，昨天来调查的时候为什么不说？我没想到你会蒙我，你这么做跟宋毛德有什么区别？是你们不是去演出了吗？没有主唱演什么？这个不是丢人吗？对不起啊，昨天我掉钱眼里了，是庞伟骂了我们才。哦，你好，你不是平时都不说话的吗？你说他们什么了？我说我们是一支乐队，一个都不能少。对呀，要演就一起演。扎西，你在手术台上要记住，我们是一支乐队，一个都不能少。一个都不能少，一个都不能少，一个都不能少。你们说，怎么会是这么个结果啊？都怪我。现在不是怪谁不怪谁的问题，我们得想想办法，不能在这儿等死啊。办法肯定是有，就看各位豁得出去豁不出去。老秦，你说，唐医生如果被撸下去，肯定是宋保德来接任。保险一点的话，咱们就静观其变；要是冒进一点的话，主任，主任，主任，那个，今天本来想忍辱负重的，结果失败，让你们见笑了啊！我听百烈说，你们都知道我被查的事情，再加上刚才在会议室，估计不好收场。我不知道今天这台手术是不是我在安科的最后一台。如果是的话，我想提前在这儿跟大家唠叨几句。咱们的关系最开始没有开个好头，但是走到今天，我可以坦诚的讲，我真的非常高兴能跟你们在座的每一位共事。因为你们都是很出色的医生，我也特别感恩，在我人生很特殊的时期遇到你们。我这个人啊，脾气不太好。所以我特别感谢这段日子你们对我的包容，真的谢谢。好了，说到这儿了，准备一下，开始手术了啊！
唐主任，叶主任，看来你应该也知道了。你是说宋主任道歉视频的事儿？全院都知道了，有人录了视频。看来安和真的很八卦。改约在今天晚上可以吗？我是说，昨天的约定改在今晚。好。剪掉吧。上下腔静脉缝合完毕，准备开放血流。麻醉，帮我测一下血气。没问题了。血气送去。好了，可以关胸了。也有好消息，我第一时间来通知你了。王海明昨天把合约撕毁了。什么？你先听我说。他要求在合约里面加一条，合作方必须是你唐家于主任。你知道，这合约一直是欧阳在张罗的，所以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吧？我没有想到欧阳会帮我。还有一个人，他连夜把你所有的手术记录全整理出来，还联系每一位病人，把病人的回馈都写了进去。当然，病人的回馈都很好。他把这份材料呢交给了院长，院长也大体看过了，也了解到了举报者的说法是有偏差的。因为最让我想不到的是重病组的医生，每个人写了一模一样的检查，都承认写假病历是他们自己所为，愿意承担和你一样的责任和惩罚。我个神经病啊！接下来，你想知道院长对你的处理吗？进。欧阳。谢谢你。是你说服王海明的吧？不是，是他自己愿意帮你。处理结果出来了吗？哦，罚我3个月奖金。全院通报批评。没有停手术，也没有免职。我就是来说声谢谢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唐主任，我和宋宝德不一样。如果你愿意，我们可不可以试着向朋友的方向发展？就是那种比同事更近一点的关系。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。好啊。那
是？主任，哟，哎，3个月的奖金对于你这种富婆来讲，那简直就是毛毛雨啦！真是太好了，主任，大家终于可以松口气了。主任，我还得给你道个歉。哎呀，行了，别续了，拿了。就知道吃。哎，我听说是不是每次大手术之后，大家都得组织晚上吃吃喝喝庆祝一下呀？这都知道了，不用嘛，不用。不用啊。那我不知道今天晚上诸位有没有空？老地方，然后你们消费我买单。上道。谢谢主任。喂，这次是我想改下次约，因为我今天晚上有事儿，真不好意思。没事儿，要和重病组的人去庆祝吧。等你回来再说也行，我都在家。好的，宋主任，我暂时不想去了，我想跟唐主任学习手术技术。最好的老师已经在身边了，我就不舍近求远了吧。我特别想感谢这些年您对我的照顾，谢谢。没有啊，谢谢啊。给我来一杯苏打水，谢谢。啊，不是啊，今天主任请客，你喝什么苏打？今儿必须让他喝一杯。对，喝点。我酒精过敏，真喝不了。酒精过敏怎么了？在座的都是大夫，谁都能抢救你，都能给你做人工呼吸。闭上你俩嘴。佳宇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我去了安和医院心脏中心，护士们说你在这里，我就过来了。你不跟同事介绍一下我是谁吗？这是我丈夫。